你有沒有發現，在社交中有一種很詭異的時間錯覺？有些人呢，你跟他認識了3年，但是每次說話還是客客氣氣的，感覺就像隔着一層撕不掉的保鮮膜一樣。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實用的技能包，它能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打開局面，打破尷尬，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30天社交自如計劃。今天是第18天。今天這個方法呢，來自於一本非常經典的書籍，叫做《影響力》。這本書裡面講到了很多心理學上的技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靈活運用。今天我們就來學習其中一個最厲害的方法，利用互惠效應。互惠效應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當你為別人做了好事之後，別人會因為你的行為對你產生好感，並且希望在將來能夠以某種方式回報你。舉個例子啊，比如你跟一個人見了一面，聊得很投機，然後呢，你送他一張自己的名片，這個時候呢，他就有可能會打電話給你，再次跟你見面，這就是互惠效應。那麼怎麼才能夠巧妙地運用互惠效應呢？這就需要我們去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給別人。比如說，你可以給他提供一些價值，可以是一個小禮物，也可以是一些真誠的建議或者關心的話。這裡呢，我再教大家一個小技巧，那就是讚美。人都是喜歡被誇獎的，適當的讚美會讓別人對你的好感度迅速增加，從而更加信任你。當然了，除了這些外在的東西之外，還有內在的價值。比方說，你在某方面有比較強的能力，或者說你在某方面比較有經驗，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這種能力或者經驗分享給他人，這也是創造價值的一種方式。總之呢，就是要讓對方感受到你對他有價值，只有這樣，他才會對你們的關係進行投資，你們的關係才能進一步加深。今天我們要學習6個關係越級的頂級技巧。我們要做的不是單純的聊天，而是直接切入對方的心理防禦區，打破那層冰冷的社交面具。通過今天這套社交加速器，我將教你如何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深度的信任感，把漫長的相處過程濃縮在短短的10分鐘裡。準備好了嗎？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越級之旅。第一招，富蘭克林效應。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討厭自己認同的人，也沒有一個人會喜歡自己討厭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讓別人喜歡你，你就去認同他，哪怕你內心不這麼認為也沒關係。舉個例子，你去相親，對方說：“哎呀，我最喜歡聽歌了。”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順着他說：“是嗎？我也很喜歡聽歌啊，你平時都聽什麼類型？”然後呢，你們就會因為有共同的愛好越聊越投緣，進而拉近彼此的關係。核心邏輯，讓別人喜歡你的最好方式，不是去幫別人，而是讓別人幫你一個小忙。操作指南：1. 心理博弈。當一個人幫你忙時，他的大腦為了邏輯自洽，會自動產生我幫他說明我很欣賞他的錯覺。2. 微小請求，能不能幫我推薦一個你覺得最好用的記事本 App？ 我最近在選領帶，你審美好，幫我看看這兩個哪個更合適。3. 反饋閉環，幫完忙後一定要給回饋。聽了你的建議，那個 App 真的太好用了。深度解析，這種麻煩對方的行為，實際上是向對方釋放了一個信號：我信任你，且認可你的價值。這是建立連接最快的一塊敲門磚。第二招，製造同盟感。人在面對敵人的時候，會本能地產生親密感，所以你可以通過把第三方作為你們兩個之間的敵人來拉近兩個人的距離。比如，你跟一個陌生人聊天，可以這麼說：“哎呀，這裡怎麼都是這種垃圾車啊？太影響我們小區的形象了吧？”這樣你們就變成了同一陣線的人，自然關係就會越來越親近。核心邏輯，建立關係最快的方式是找一個共同的敵人或一個共同的小吐槽。操作指南：1. 非針對性的吐槽，吐槽現在的天氣，這個會場難喝的咖啡，或者某種普遍的社會怪現象。關鍵詞：我們真是太不容易了，這種天還要出來跑業務，看來咱們倆是這個唯一還沒喝醉的人。深度解析，這在社會心理學中叫內群體效應。當你和對方站在一起觀察第三方時，你們之間那道隱形的牆就消失了。第三招，情緒標記與深度共情。當別人向你傾訴時，你要做的不是立馬給出解決方案，而是先做情緒標記，然後再進行深度共情。具體怎麼做呢？你可以這麼說：聽起來你好像很生氣哦。我之前有遇到過類似的事情，當時我也是氣得想罵人，但後來我發現，罵完之後問題還是沒解決。核心邏輯，不要只聊事情的經過，要直接點破對方此刻的情緒。操作指南：公式，你看上去似乎，聽起來你好像。案例：對方最近項目終於上線了，熬了半個月。普通回答：辛苦了，好好休息。高情商加速。聽起來你在鬆了一口氣的同時，
其實心裡還有點如釋重負後的空虛感，對吧？深度解析：當你精準說出對方心裡想說卻沒說出口的情緒時，對方會產生一種被看見的巨大震顫。這種知音感是關係升溫的核動力。你看，這樣說是不是比你說一大堆道理更能幫到對方呢？前小結一下，再給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有一次，馬雲參加活動，在台上講話時不小心打翻了水杯，台下的觀眾立刻哄堂大笑，氣氛一下子尷尬了起來。但是馬雲卻非常鎮定地對大家說：“不好意思，今天來的時候有點匆忙，沒帶備用內衣，話音剛落，全場掌聲雷動，大家都覺得他很有幽默感，是個親切隨和的人。所以記住一句話，當你放下面子，真誠待人，真心助人時，全世界都會對你和顏悅色。”好的，我們繼續。第4招適當的低風險自我暴露。心理學家發現，在兩個人相互吸引的情況下，暴露的程度越高，彼此間的好感度就越高。但是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暴露指的是低風險的自我暴露。比如你可以分享一些不涉及隱私的小秘密或者小經歷，這樣對方就會產生一種你們是同一類人的錯覺，從而更願意對你敞開心扉。舉個例子，你可以說：“我發現啊，每次我一緊張的時候，我的膝蓋就會微微顫抖。”這句話既沒有洩露你的隱私，也沒有讓對方覺得尷尬，反而還引起了對方的共鳴。因為每個人都會緊張嘛，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低風險的自我暴露。核心邏輯：完美是用來崇拜的，而弱點才是用來連接的。操作指南：1. 分享一個小尷尬，比如剛才進門時差點走錯男女廁所，或者自己對某種甜點完全沒有抵抗力。2. 展示非專業面，雖然大家都覺得我很專業，但其實我在選餐廳這件事上完全是個天秤座。深度解析：當你主動卸下盔甲，露出一點點柔軟的肚皮時，對方也會感到安全，並願意展示他真實的一面。這就是著名的自我暴露互惠原理。第5招未來投射技術：人對未來的期待往往大於對當下的享受，所以如果你想快速拉近跟一個人的距離，那就讓他暢想跟你在一起的未來吧。這個方法叫做未來投射技術。具體怎麼做呢？就是在聊天的時候，不經意的提起你對他的一些設想或者是期待。舉個例子，如果說你喜歡的人剛剛幫你點了一杯奶茶，那你就說：“哇，謝謝你幫我點的奶茶，好甜啊，以後我也要給你點一杯。”注意，這裡的關鍵在於以後，它會讓人下意識的認為你是在暗示他倆有未來。當然，你也可以直接一點，比如說：“我覺得我們倆很般配哦，以後可以一起出去玩，不過要注意。”使用這種方法的前提是你得確定自己確實喜歡這個人，並且有跟他在一起的可能性，不然的話，可能會適得其反。核心邏輯：在談話中預設你們未來會再次相見，從而在潛意識裡建立長久關係的心理暗示。操作指南：1. 假設性邀約，下次如果你去那家店，記得叫上我，我也想試試，等哪天你有空，我一定要帶你去見識一下那家書店。2. 話題延伸，這個話題太深了，咱們今天聊不透，下次見面的專門找個時間深入掰扯。深度解析，這是一種心理綁架。當你在對方腦海中構建了一個有你存在的未來畫面時，你們的關係深度就已經超越了現在的路人狀態。第6招身體語言的鏡像同步。在親密關係裡，一方的某些行為往往會觸發另一方的安全感，而這種潛意識裡的反應，會讓你們之間的親密度大大增加。具體怎麼做呢？就是觀察對方說話時的身體動作，然後你做出同樣的動作就可以了。舉個例子，如果他說完話習慣性的摸鼻子，那你就跟着一起摸。如果說他講話的時候喜歡扶眼鏡，那你也可以跟着扶一下。這些細微的動作會讓你們之間形成一種無意識的連接，進而促進感情的升溫。核心邏輯：人類天生親近和自己相似的人。操作指南：1. 姿態同步，對方靠向椅背，你也微微放鬆；對方語速快，你也略微加速。2. 情緒同步，對方在說一件遺憾的事，你的眉頭也應該微微皺起。注：動作要自然，比對方延遲3到5秒，千萬不要變成滑稽的模仿秀。好了，今天的內容就結束了。不過我之前講過很多關於社交的技巧，比如說投其所好啊，比如說同理心啊等等，這些都很好用。但是今天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所有的技巧加起來都不如這一招管用，因為這招的核心就是打破技巧，回歸人性。你看那些高情商的人，他們看起來八面玲瓏，左右逢源，實際上不過是掌握了這個世界上最簡單的2個字：麻煩。沒錯，麻煩別人。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哪次和一個人的關係變深，一定是從被他麻煩開始的。那為什麼呢？心理學家奧格德曼迪諾曾經說過一句話：人們普遍喜歡那些會給自己帶來好處的人，所以當一個人為你做事的時候，他的大腦就會自動分泌多巴胺。
這是一種讓人感到快樂的物質。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一想到有人要幫忙，心裡就會覺得有點膈應，因為麻煩本身就是一件消耗能量的事，所以我們的潛意識才會排斥這種行為。但如果你把焦點放在對方身上，告訴他你有多需要他的幫助，那麼對方的大腦就會立刻收到信號，他會覺得自己很受歡迎，很有價值。而且，當他幫你完成一件事後，你再好好感謝他，這時對方獲得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將會遠遠超出這件事本身帶來的愉悅。於是，一次成功的交易就此誕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社交加速器，它能夠幫你快速打開局面，讓陌生人瞬間變成朋友。今日作業：今天請找一個你一直想親近但還沒深交的朋友，對他使用我們提到的富蘭克林效應，請他幫你一個小忙，比如諮詢一個具體的建議，並在事後真誠地反饋結果。你會發現，一個小小的麻煩，往往是深度連接的開始。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和某個朋友瞬間拉近關係的那個轉折點是什麼？當然，前提是你足夠真誠，不要想着通過這種方式來忽悠別人，而是要敢於麻煩別人，在別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希望對方能走進你的世界，成為你的朋友。最後，我希望你們記住一點，社交從來都不是一場消耗時間的耐力賽，而是一場交換靈魂的接力賽。所以，大膽地向別人伸出手吧。下期視頻是計劃的第19天，我們將挑戰一個極其微妙的話題——高情商求助術。如何麻煩別人，對方不僅不煩，還會很高興。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期視頻見。